今天晚上大概率就要霜冻了，小朋友们也和我们一起加入收菜的行列了。麦麦豆豆，只要是好的辣椒，不坏的，你们就可以把它摘下来。就直接掐下来了。看看麦麦摘的怎么样？这边的紫梅豆把那些嫩的也给它摘下来收起来。这些已经干了的是不怕冻的，可以晚一些收起来当种子用。这些韭菜我们打算再割下一点，剩下的就无纺布给它盖住了。这一盆种的茭白，秋天要到了，上面都已经变黄了，整个叶子写满了沧桑。这薄荷呀还在顽强地生长着，看看这小嫩芽长得还不错呢。旁边的紫苏已经干枯了，都没有叶子了，上面结满了种子。这地里边还能找出一点点这种野生的丝瓜，等会儿也把它都给摘回去。这草丛里边还有。这豆角架上面还有丝瓜，还有一点残留的豆角，等会儿也把它摘回去。下边这一片的羽衣甘蓝现在是长得正茂盛的时候。这藿香有一部分已经结种子了，像这种还在开花的，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结种子了。现在蜜蜂已经不怎么活跃了，因为天冷了，留给蜜蜂采蜜的时间也不多了。这羽衣甘蓝啊是比较耐寒的蔬菜，不太怕霜冻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把它用无纺布盖一下，这样能让口感会更好一些。这些四韭菜其实还有红菜苔也是，虽然是耐寒的蔬菜，但是还是要用无纺布把它保护一下的，这样的话能让它减少纤维化的程度，也是口感会更好。你看这些四韭菜芯儿其实已经是被掐过的了，它又从掐过的地方旁边长出了新的侧枝。这边这些长得更大颗的也是被掐过的。其实像这些耐寒的蔬菜，你只要稍微的给它保护一下，就能让它延长很长的生长期，冬天也可以吃到。再来看这边的娃娃菜，也已经有点包心的趋势了，把它用无纺布给盖住，还能够继续生长很长一段时间。这种红菜苔我们也是掐过好几次了，看看这侧枝又长得密密麻麻的了。这些菜真的就是不停的收获，直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。这红菜苔中间的小油菜也都已经长大了，也可以收了。这种小油菜呢还是挺耐寒的，尤其是现在个头还比较小，又长在这些比较大的蔬菜的中间，回头再把无纺布盖住，这肯定是能坚持到冬天的。刚才丽丽跟我说，这一片的这些小油菜她已经见苗见过好几次了，当时是当成鸡毛菜来吃，还有就是煮面的时候当小青菜来吃，但是现在根本看不出来被收过的痕迹。这边的这些茴香长得不是特别的好，生长速度还是挺慢的，长得也是稀稀拉拉的。不过我们倒是也不特别担心，因为这些茴香是可以越冬的，明年春天的时候一下就可以长起来了。这边这些芝麻菜也已经到了最好的时候了，我们是把它摘来用来做沙拉的。芝麻菜呢不是特别耐寒，用无纺布保护的话可以坚持一段时间，但是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就会死掉了，在我这儿是没法越冬的。所以后边1个月呢，我们可能就是要经常吃一些沙拉了，争取把它们能给吃完。这个菜床里面的韭菜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割过最后一茬了，还剩下2撮吧，都是那些长得比较细需要分根移栽的，我们今年也没来得及，回头把它割下来可能就先这样了，明年春天的时候或者找机会再给它分根移栽了。我们的韭菜啊种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好几个菜床里面都有，所以分根移栽的意愿现在也没那么强烈了，因为分出来的也没有地方种了，只能丢弃掉了。丽丽已经把无纺布给找出来一部分了，等会儿就可以用纺布把这些菜给盖住了。我们这一片的小菜园旁边的地方今年是种了糯玉米，糯玉米都已经收光了，但是玉米杆现在还在这儿，突然发现它还是有一定好处的。这些玉米杆长在这儿的话，可以给这一片的耐寒蔬菜挡风，所以看，即便是这些天又冷风又大，这些菜长得还是特别的鲜嫩。如果一直被风吹的话，那这些菜可能长势就没这么好了。所以说呢，种菜要考虑大环境，要考虑种菜的时间和种菜的季节、当地的气候，还有蔬菜本身的特性，但是也不能忽略这种微环境。而微环境的2个最主要的点呢，就是背风和向阳。看看远处，现在有这么大的风，而我现在菜园所在的地方呢，看看这些芥菜，还有旁边的雪里红，基本上是纹丝不动的，所以这地方的风就非常的小，气温就非常合适，而且又是向阳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天气，这么大的风还能长得这么鲜嫩。当然后边要霜冻了，大环境变化更厉害了，就要盖上无纺布了。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些雪里红的小苗，这种密制的小苗是多鲜嫩呀！
这芥菜呀也是一样的，特别的鲜嫩。旁边的这些菠菜呢，现在也长大了。菠菜不像是雪里红和芥菜，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，但是现在菠菜的大小呢，刚好是适合越冬的尺寸。丽丽从这些密植的菠菜里边还间隔着挖了几丛，挖出去是送给一些种菜的朋友去给他们种植去了。妹妹，你是想让爸爸看看你摘满了吗？哦，这么多了，哇哦！虽然没摘满，但是也已经很多了。豆豆，我看看你摘了多少了，可以把这些倒到那个里边，然后你们两个一起摘这个，好不好？有蛇在以前。你从这儿看见过蛇呀，豆豆？对。哦。就想咬我。哦，蛇不是很可怕的。然后我说蛇走，跟着蛇走了。哦，你让蛇走，蛇就走了是吗？对。哦，好吧。哦，麦麦豆豆，你们两个一起摘了满满的一大筐啊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接着把另外一筐也摘满吧。你躲在辣椒丛里边，爸爸都快找不到了。就在这儿呢。一样长，但是我的比你的还要长。但是我的比那个还要长。好，看到了。刚才丽丽是打算把剩下的这2撮韭菜，还有旁边的这些韭菜先给它割了，然后再拿无纺布给它扇上了。这边的茴香还有芝麻菜已经用无纺布给盖好了。茴香和芝麻菜算是这些耐寒蔬菜里边最不耐寒的了，所以应该要重点保护起来。其实像红菜苔呀、小油菜呀、四韭菜心儿啊，还有羽衣甘蓝这些是不怕霜冻的。给它盖起来呢，或者是不盖起来，应该都是没关系，不会被冻死或者是冻伤。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口感吧。如果你想让它还是保持纤维化少的口感，或者让它生长速度快一些，那就给它盖住。等到后边天气更冷的时候，那还是得给它盖住，因为再怎么耐寒的蔬菜也扛不住那么寒冷的天气。像是菠菜啊、芥菜啊，还有雪里红是属于耐寒蔬菜里边最耐寒的种类了。这些菜可以在下雪的时候生长都没问题，但是生长呢跟它口感还是两回事儿，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尽量也给它用无纺布保护起来。我其实是不太喜欢那种变甜还有变纤维化的口感的，但是有些人可能反而更喜欢那种味道，因为霜冻之后呢，这些青菜的那种青菜味儿就会少很多。不过口感上确实是纤维化程度会高不少。这大地里边的糯玉米，我们基本上都已经给采摘下来了。这些玉米主要是它长得还是没有那么干，它还是适合煮或者是烤的这种程度，还没达到做玉米粉的那种干度。如果要是变成干玉米了，就也没有必要那么着急，在霜冻前给它全都摘光了。尤其是如果要想做鸡呀、鸭呀这些饲料，那在上边多长一阵子也是无所谓的。麦麦豆豆，你们两个干活干累了，不想摘了是吗？那就玩一会儿吧，玩一会儿，一会儿想摘了再摘。或者一会儿跟爸爸一起拔大葱，好不好？这些覆盖作物呢，还是比较省事儿，根本就不需要管它，管它是霜冻呢，还是特别冷呢。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越冬的，有一部分应该是越不了冬的。但是就像它名字一样嘛，只是覆盖作物而已，比较容易打理，也不用那么担心。麦麦，你把水倒出来，倒到这个树的旁边，我们给枣树浇点水。好，行，都倒里吧。这边大菜地里边的樱桃萝卜，还有旁边的菠菜，等下我们也给它盖住。这只是在把头的地方有一小块，所以盖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。这中间这整整一排是我们要保护的一个重点。这些菜现在长起来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得足够大。我们保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能让它在比较冷的气候能快点生长。其实它们都是不怕霜冻的，但是你不盖的话呢，它们长的速度就会慢很多。像这个是上海青，这已经是到了可以吃的大小了。旁边有一些茼蒿，这基本上也可以采来吃了。在旁边呢，这些是菠菜，这些菠菜是准备越冬了。然后还有这些是芥菜，旁边更远的地方，这些是雪里红，这些还是种的比较密，到时候把它拔下来吃一部分，让它长得稀疏了，后边就有一部分能长成比较大的大棵了。
这边这部分呢，我们是种了10几棵的牛心甘蓝。这些牛心甘蓝目前是长得不大不小。我们种这些牛心甘蓝完全是做实验用的，看看给它盖上无纺布之后，在我们这个地区到12月份，看看能长到什么程度吧。其实牛心甘蓝也是可以过冬的，但是过冬的牛心甘蓝呢，这有点大了，通常都是比较小，容易过冬。这些我们到时候测试一下看看吧，再给大家看看结果怎么样。再往后边呢，这些就都是白菜了，有好几个品种的大白菜。这些大白菜肯定是很难剥芯儿了，剥的话也是剥很小的芯儿。我们种的比较晚，本来也是打算当成这种小白菜来吃的，现在是按小白菜的程度来说，已经是挺大颗的了。盖上无纺布的话，通常还有1个月的这个生长时间，还是能长大不少的。因为8月初的时候太忙了，没时间，所以大白菜今年种晚了，那肯定今年就没有冬储大白菜了。最后我们收获的就是比较大颗的小青菜，或者是刚刚有剥芯状态的这种大白菜了。这边的这一排也是接下来要用无纺布保护的一个重点。这种乌塔菜呢是非常耐寒的，盖上无纺布之后，到冬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后边这些更多的也是娃娃菜，各种各样的娃娃菜。再往后边，直到尽头是各种品种的大白菜，整体上的长势都还挺不错的。刚才大家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，这很多的白菜呀，还有乌塔菜上边都还是有这种洞的，这是菜青虫咬过的痕迹。有一些像这种可能是会更明显一点。这都是菜青虫活动的痕迹。如果我们不盖上无纺布呢，那后边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菜青虫生存和活动的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小的。即使是它还藏着活着，那它这个活跃程度也要低好多。但是，一旦盖上无纺布之后呢，那里边一下暖和了，这菜青虫啊、毛毛虫啊又会一下子活跃起来。所以，通常我们在盖无纺布之前呢，都会喷一些多杀菌素，或者是喷一些 BT， 这样的话就能特别有效地控制住毛毛虫和菜青虫的生长了。除了白菜、娃娃菜、乌塔菜这些需要控制毛毛虫、菜青虫，像是上海青啊、小油菜呀、萝卜呀、牛心甘蓝呀，像这类十字花科的蔬菜，其实都是要控制的。这芦花鸡又进来了，来我们这个大菜园了，它会吃好多的菜，是不是？不，它是一个很累的，它就想在这里溜达溜达，找一些吃的来吃。哦，它吃我的菜。它很 nice 是吗？是一只特别 nice 的鸡是吧？对，小花鸡就 nice 的鸡。它这边已经有2只比较聪明的鸡，发现我这些覆盖作物了，过来开始吃小青菜了。不过偶尔把它们放进来，让它们在这儿吃一吃也无所谓的。但是现在因为还小，不能让它们整天泡在里边，否则这些菜都没有机会长大了。这些青菜如果是长大之后呢，本来就是可以给它们吃的。哦，刚才说到了防菜青虫还有毛毛虫是喷 BT 或者是多杀菌素，这些都是生物杀虫剂，是比较适合于有机菜园的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。如果你要保护的不是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，或者你要防的虫子不是这种毛毛虫、菜青虫的话，那也可以用一点苦楝油加上肥皂水来保护这些蔬菜。苦楝油加上肥皂水对毛毛虫、菜青虫没有什么作用，但是对于保护这些蔬菜、防止其他的虫害啊，还是有一点点的保护效果的。尤其是像这种冷天气，在盖无纺布前，这种基本的保护措施、有机的保护措施还是非常有效果、非常有用的。我们这边2菜床的韭菜保留了1个菜床盖无纺布，另一个里边的都已经给剪下来了。看看丽丽收了这么一大袋子的韭菜。麦麦，你一下子又把它给逮住了。家里边这2只芦花鸡实在是太聪明了，而且对人特别的友善。哈，我拔，你居然拔出了1颗，好厉害呀！看哥哥又拔出来1颗，还是挺棒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费劲儿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感觉呀，是不用挖的，是2个小朋友劲儿太小了。我来给他们稍微的拔出一点，然后再让他们来拔，往下拽着点，这样拔就可以拔下来。然后拔下来之后抖一抖土。哇，我给它给我说给，但别把衣服弄脏啊！你这个衣服都脏了。
啊，给你，我想吃多。没有了，就这么多了。那太多了。是啊。我们把葱拔了多一半，还剩下一部分长得不是特别大，就先留在这儿吧。对，下周应该也不是特别冷的那种霜冻，所以再让它长长看看吧。不行就让它过冬了。主要是我们拔下的部分已经足够多了，这些葱得吃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呀？等会儿把它稍微的晾一晾，表面还有根部给它稍微晾干一点。这点野生辣椒长得也是特别好，我给它摘回去看看，摘了这么多红红的辣椒。哎呀，这两个小朋友给我堆的是稍微有点乱呀。哎呀，可能得分2趟才能把它抱走。哇！把这葱稍微的给它晒一晒，表层还有根部的水给它稍微晒干点儿，这样的话储存起来可以保存时间长点儿。还剩下一点点。哇，掉了。最后收起来的时候，还是得给它分类，把那些大一些的放在一起，然后小一点的，或者是更细一些的放在一起，因为大的更容易保存。像这种又有风又有阳光的天气，大概晒上一下午就差不多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豆豆。嚯，这些鸡呼朋唤友的全都来了。算了，让他们先吃着吧。这么多的小青菜，这些鸡肯定是今天特别开心啊！今天是丽丽还有2个小朋友帮忙一起收玉米，这是那天我没有完全收完的。看看他们又弄了这么多。哇哦，麦麦一起干活是不是很开心呀？法国也是。你也是很开心是吧？你们2个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呀。这个叫接力是不是？对，叫我放进去。哦，真是很棒。有我。这几个玉米的个头还挺大的。对，在边上的玉米个儿都大。麦麦，妈妈的玉米又来了。咦，给。这个又打破绽了，还有用来打到我。哎，正好刚才打到我。2个小朋友把干活当成游戏，也挺好玩的。你看，罗德岛红找你去了。他可能觉得你那儿有什么好吃的。他觉得人在的地方就有好吃的。对，你看，追着你。摘回的玉米我们给它处理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吃煮玉米了。这里边有这种白黄色的糯玉米，还有这种紫色的糯玉米。这个个儿挺大的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了，有好多的甜椒，好多的糯玉米，是2个品种，有紫的，有黄白色的。这边还有2盒的韭菜，我们也割了一部分，还有好多韭菜在地里呢。还摘了一点品质不错的这种樱桃番茄，这些等下洗，我们晚上就可以吃了。这边呢，丽丽还淘了一些这种丝瓜呀、苦瓜呀、豆角啊，还有这种紫梅豆。这上面还有2排的大葱，今天晒了一下午，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。这样的话，在车库里边就能保存挺长时间了。把冷放进去。
自始至终的从玉米看起来，我比那个